那我刚刚前面其实提到很多受众标签，受众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透过一个标签资料化，我们可以帮助品牌去认识每一个会员，把它转换成一个标签资料，而不单单只有说某一个会员，我只要他是某一个会员编号而已。好，那我们的受众标签，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品牌今天有很丰富的这些可能，不管是访客啦、会员啦，其实对于品牌都是所谓的目标受众。那我们帮助品牌把这些目标受众打造成一套整座的标签资料库里面。这个标签资料库呢，其实会非常的多元比如说，它当然一定包含本身的品牌的第一方的会员数据资料，那我们又结合了外部的数据资料源，不只有第一方、第三方，还协助品牌我们去透过所谓的 AI 模型去做更精准的分群，所以让我们的标签上面，不管是兴趣啦、发票啦、餐饮啦、购买周期啦、购买意图啦等等，就可以更加的去做更细致化的运用。好，所以呢，刚刚我提到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帮助品牌把你的数据透过第一方、第三方的数据去达到更多元的标签，让你的数据可以来循环的利用。像左边我刚刚提到，这个地方里面我们还可以做得更细致，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像有会员不同的购买周期啦、会员等级啦、回购周期等等。那还有所谓的针对进站的人，进站的这些人，他们可能是一群喜欢什么投资理财，或者是喜欢一群所谓的户外露营的这些人。那也结合了进站的这些人，很喜欢可能在站内搜寻什么样的东西，很喜欢在里面逛。那或者是真的对于某些商品很有兴趣，很喜欢去常常去找一些那些货到通知的这样的一些商品热销品的部分，这在第一方的部分。那在第一方跟第三方，我们还结合到刚好提到说，第三方站外的这些兴趣标签，可以去捕捉到说，他们可能是一群喜欢追剧的一群人，一群喜欢可能对于3C 科技有一些追求偏好的，那也好所谓的餐饮，也就是可能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些料理那又或者说透过发票数据的整合，我们可以知道他过去喜欢在什么样的消费通路，可能量贩、超市、超商等等的部分，线上门市或者是实体门市，那也可以去了解不同商品的一些品项的流向。好，所以透过这样，我们去结合了所谓的3大的外部数据。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透过 CDMP 这样一个数据中台，也结合了第一方、第三方，帮助品牌去做到一件事情是怎么样？补全了我们会员的这些，不管是站内跟站外的轮廓了。那刚好提到说，不管是兴趣，结合了使用者，不管是访客会员，他们在网络上面的一些浏览的一些偏好，结合了餐饮可能知道说，他喜欢吃什么样的菜系。那他可能通常都消费怎么样客单的一个餐厅，发票，那我们可以去了解说，刚刚讲到，不同的通路别，那他可能在不同通路别消费的品项是什么？可能有时候购买的一些民生必需品，有时候可能购买的一些流行服饰，有些可能是美妆、保健等等的部分，都可以透过这样的3大的外部数据去做一个整合。帮助品牌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过往品牌如果纯粹从 CRM 或 CDP， 你只能看到会员的第一方怎么样浏览或者是消费的记录，但是透过 CDMP， 我们多了这些3方的站外数据，可以更加有效的去补全的所谓的什么会员更多的360度样貌。好，那除了这些标签呢，说真的，我们不单单只有这种所谓的标准化标签哦。我在讲什么？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产业、每一个品牌都有自己的所谓的专家领域的一个知识。比如说流行服饰有服饰业的，美妆有美妆的，保养有保养的，但我们可以跟品牌还可以一起来共治什么呢？品牌的专属标签。所以像我在简报上面就跟大家分享，可能有几大块哦。比如说商品里面可能又分成，是有功效型的，有成分型的，材质型的。那又或者说有一些是比较偏向消费场景的，这很适合怎么样拿来送礼的，这很适合是刚好做周庆的一些活动或换季的。或者是客单，可能是大组数组，可能是低单的引流款。那又或者说，我们想要结合在会员身上，可能搭配的是很高频率回购的，又或者是说，有哪些其实我们的主力客群，或者是不同的年龄层的部分，也可以来做区隔。那再来还有像比如说，他可能是会做跨品项的购买，或者是跨通路的购买。那当然，整个在做会员整个等级经营之后，会有分不同的会员等级。以及他身上可能带有不同的点券的一些消费状况，甚至是可能还要绑定一些推荐人的部分，甚至是会不会习惯去做商品的评论，都可以跟品牌一起来共同讨论。加上了品牌本身很丰富的专家知识，可以去打造更符合品牌量身客制的专属标签应用。好，那这些标签呢，刚好提到说使用方式其实也非常的简便。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可以透过名单拣选这样的一个系统，
可能我今天想要圈选的是支付相关的标签，又搭配了不同流量进站的这些标签，以及这一群人身上可能带有特定什么样的商品兴趣标签。我只要透过这样勾选的方式，下一栋我不只有勾选而已，我是真的可以立即执行。我们在执行什么？比如说我刚刚有分享到，我今天可能想要透过公寓广告的部分上面来操作，我只要勾选完我要的沟通的会员条件，我只要一勾选完，我就可以一键传送到哪边 ？Meta 广告、Google 广告，甚至是 Line OA 里面，甚至是 Line Lab 上面广告，都可以去更加的灵活操作运用。好。所以我们在做所谓的品牌的名单资料库里面，其实就包含了很多面向，其实还可以来去做组合的打法。不管是我们可能想要去搭配操作更多的开发新客，去搭配所谓的站外兴趣标签。我们今天想要去做想要去进攻我们的旧客，可以去搭配所谓的高回购的一些预测的模型。甚至是我们想要针对有特定会员是不是有哪一些消费商品的一些偏好的部分，怎么样协助品牌去挑出更高含金量的客群，这部分也都可以透过像这样的受众资料库里面去更结合的运用。所以哪些商品应该拿哪些会员，其实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很多的排列组合，然后甚至是可以达到落地执行的一个效果。好。